姐姐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你母亲的嫁妆，还有文轩，我都会替你好好收着的。云裳，你不守妇道，让本世子蒙羞，这杯毒酒是你应得的。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喜帕上的落红是我提前动了手脚，文轩娶你，也只是为了你母亲留下的嫁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谋取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。若有来生，我必血债血偿，绝不逾善。我没死。小姐，您该梳妆了，镇北侯府下聘的人就快到了。下聘，竟重生回到了陆文轩来下聘的这一天。云烟、陆文轩，还有云鹤那个好父亲，这一世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。红儿，走。高喜啊！裳儿，快来见过你未来的夫君。珊儿，我终于能娶你过门了。这是陆文轩与我云裳的婚书。云裳，你疯了！陆文轩，你混迹青楼一身脏病，也配娶我？这堂堂世子爷竟然……难怪云大小姐宁死不嫁，原来是染了脏病！血口喷人！云裳，你敢当众污蔑本世子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世子爷昨夜在何处过的夜，需要我当众说出来吗？怎么，世子爷想不起来了？需要我提醒你吗？昨夜燕雨楼，红袖姑娘的琴弹得可好听。燕雨楼可是京城第一青楼，朝廷3令5申，严禁世家子弟与朝臣涉足，违者重罚呀！大婚前夜不去准备迎亲，竟宿在昌馆，这陆世子简直荒唐至极！你胡说！你个贱人，敢毁我清誉！父亲，你让我嫁给这样不顾朝廷法度、混迹烟花柳堂的人，是想让整个云家都给镇北侯府陪葬，成为全京城的笑柄吗？老爷，息怒啊，先稳住这死丫头，别让事情闹得更难看，影响了云家的名声。父亲，既然这门婚事已经作罢，那么有些东西也该物归原主了。什么东西？被主母抢占的，我母亲的嫁妆。我母亲说过，在我出嫁时，她的嫁妆由我全权支配。如今婚事已退，这些东西自然该交还给我。胡闹！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要那么多嫁妆做什么？自然是由我来替你保管。主母说笑了，我母亲的嫁妆，凭什么由你来保管？你是我母亲的什么人？逆女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还不给我滚回房间！父亲，今日您若不归还母亲的嫁妆，我便死在这里！拦住他！父亲上书，快答应他呀！快倒是冷静冷静！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跟父亲说话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父亲这个一家之主？混账！你拿死来吓唬谁？吓唬谁？父亲，你当真要为了那点身外之物逼死亲生女儿？今日我若血溅当场，明日京城就会传遍云家家主谋夺亡妻嫁妆，逼死嫡女。反了，反了！来人，把这孽障给我拖进柴房锁起来，
不到大婚之日，不许踏出房门半步。老实点儿！摄政王殿下驾到！参见摄政王殿下！不知王爷大驾光临，有事远迎，老臣罪该万死。这是在做什么？回王爷，小女近日受了些刺激，精神失常，突发疯癫，惊扰了王爷圣驾。臣这就让人把她拖下去关起来。你们还不快把大小姐带走？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按住！我没疯。回王爷，民女云霜并未失常，只是在与家人商议如何处置一门不甚光彩的婚事罢了。哦，不甚光彩的婚事，说来听听。回王爷，镇北侯世子陆文轩不顾朝廷法度，混迹烟雨楼染指青楼女子，此为不洁。民女撕毁婚书退婚，父亲云鹤却为攀附权贵强行逼嫁，甚至还要伙同田闯探没民女王母那匹敌国库半日之收的10里红妆，此为不义。民女被逼无奈，唯有以死明志。好一个不洁不义！云大人，陆世子，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哼！燕雨楼，镇北侯府的家教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王爷饶命！王爷恕罪！云尚书，嫡女的名节，与你那点见不得光的贪欲，孰轻孰重？想必你心中有数吧？微臣知错，微臣糊涂啊！本王今日来是奉了皇命，特意为云陆两府的联姻送上贺礼。但现在看来，这等污秽的婚事，配不上皇家的贺礼，收回去。至于亡妻的嫁妆，由嫡女代为管理，乃天经地义之事。本王相信，云尚书是个明白人。是，微臣明白，微臣这就让人交还钥匙。哼，用簪子对着自己是下策，下次记得对准敌人的心口。多谢王爷指教。钥匙。红儿，给我一箱一箱的清点，少了一颗珍珠，1两银子，我都要让吃下去的人连本带利的吐出来！大小姐，对不上，全都不对。东海的夜明珠、御赐的雪珊瑚，还有南街的5处旺铺地契，全都不翼而飞了。剩下的多半都是些不值钱的陈年旧物。主母，我母亲留下的那些极品珍宝和旺铺地契去哪儿了？这许是年头太久了，当初库房搬迁，难免有些遗漏。再说了，你母亲当年留下这账册，怕是自己也记错了。记错了？这是我母亲的绝密私账，上面每一笔嫁妆的去向、进项，甚至每一件首饰的成色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若是主母觉得这私账也记错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拿着这些账本去顺天府的公堂上，让府尹大人帮我们一笔一笔的重新对，重新记。你敢搞鬼！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过都是些死物，何至于为了这点东西大动干戈？母亲含辛茹苦将你养大，你现在竟然拿谏官来威胁母亲，你眼中还有没有半点孝道？死物？
这些你口中的死物，随便拿出一件就价值万金，是你和你那贪得无厌的母亲一辈子都没见过的财富。别说要这些死物，今日就算是把你这条命填进去抵债，你也不够赔。你欺人太甚！父亲，你看姐姐她。父亲，这库房里的亏空，足足有30万两白银。我给您2个选择：第一，用云家现在的产业、铺子、田庄，全数填补上我母亲的嫁妆亏源；第二，带着这些账本，咱们顺天府公堂上见。到时候贪墨原配嫁妆的罪名传出去，父亲头顶这顶乌纱帽，怕是也保不住。逆女，你这是要逼死你老子吧？父亲，30万了，您要是舍不得这钱，女儿这就去击鼓鸣冤。只是到了那时候，丢的就不只是钱，还有父亲头顶这顶乌纱帽和整个云族在京城的立足之地。我补，我砸锅卖铁也给你补上。那民女便在听雨轩，静候父亲补齐。小姐，老爷为了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，不得不变卖了好几个庄子和铺子，如今云家已经是元气大伤了。主母和云烟呢？老爷暴怒，把主母和2小姐都禁足在家了。现在啊，整个京城都在看他们的笑话呢。这听雨轩位于京城市区中心，左右都是侯门王府宅邸。日后云家和陆文轩若来闹事，左右权贵盯着，他们也翻不出风浪。云烟靠着偷学我的香方，在前世获得了宫中贵人青睐。今生，我要创造出这个时代绝无仅有的香，把陆文轩和云烟加在我身上的痛苦，连本带利的夺回来。小姐，刚搬进来没几日，陆文轩便传话来见您。哼，没想到陆文轩这么快就坐不住了，让人将陆文轩请进来。云裳，你让我在全京城面前丢尽了脸，你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吗？哦，那世子爷想如何？很简单，你今天就跟我回镇北侯府，我会对外宣称，说是你太爱我了，争风吃醋，一切都是误会。只要你乖乖嫁给我，我们2家颜面都能保全。如果我不呢？那就别怪我用强。上，把他给我绑走，逼迫成婚，看他还怎么反抗。还真是个蠢货！你们别过来！救命！谁敢管本世子的闲事？不要命了！本王的门前什么时候这么热闹了？摄政王，这里是……听雨轩竟然就在摄政王府隔壁，我竟然在阎王爷门口动粗！王爷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小人不知是您府上，不知云小姐是您的邻居。掌嘴20，扔回镇北侯府，告诉镇北侯，再有下次，本王不介意亲自替他管教儿子。多谢王爷出手相救。你住在此处，最好安分一些。本王不喜欢有人在门口吵闹。
我自然是安分的，只是只有在摄政王府这棵大树的庇荫下，才能彻底安分。涅槃，这不仅是香的名字，也是我的心声。小姐，是大喜事，安平长公主府送请柬来了，要您3日后参加百花宴。小姐，长公主府举办的百花宴，全京城的贵女都想去，可您现在刚退婚，名声受损，按理说送不到咱们这儿来啊。哼，这必定是云烟和主母的手笔，他们在明面上吃了亏，便想在百花宴上让我当众出丑，彻底将我踩进泥里。那这分明是鸿门宴，小姐，咱们还去吗？去，为什么不去？他们既然把舞台搭好了，那我就去唱一出好戏。瞧，那不是被镇北侯府退了婚的云章吗？他竟然还有脸来！姐姐，你能来真是太好了。父亲和母亲还一直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好呢。想借着众人的嘴羞辱我，那也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姐姐，既然回来了，待会儿可要在殿下面前好好表现，莫要再让家里丢脸了。哎呀，云裳姐姐，你今日怎么穿得如此素净？莫不是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了？而且你身上一点香气都没有，我们女儿家怎能不熏香呢？这可是失礼了。衣着在于料，不在于色。我这身雪缎云锦，乃是前朝贡品，想来妹妹和各位是没见过的。至于香气，庸脂俗粉的味道只会污了我的鼻子，真正的香是与人合一，若有似无，方为上品。这是什么香？我从未闻过。是啊，太特别了，初时清冷，而后温暖，仿佛藏着一个故事。此香名为涅槃。涅槃？好名字，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这香倒也配得上这个名字。参见长公主殿下。云家大丫头，这香可是有什么由头？回殿下，此香正如其名，唯有历经烈火之苦，方能得这一抹幽香。殿下谬赞了，这香可是你自己调配的？是，民女闲来无事，自己琢磨的小玩意儿，让殿下见笑了。小玩意儿，本宫府中养着好几位南国来的调香师，也调不出如此意境悠远的香。云裳，你可愿为本宫专门调配一款独一无二的香？殿下，不可！这香方是他偷来的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姐姐她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哪会什么调香？这涅槃的香方，定是她从宫中那位香师那里偷来的。偷来的？你可知在长公主府大放厥词，诬陷长己，是什么样的下场？殿下明察秋毫，那位香师正在为皇后娘娘研制一款万寿香，其香韵与涅槃有7、8分相似。盗窃宫中秘方，可是死罪。姐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认罪吗？想用死罪压我，云烟，
你这出戏演得太早了。殿下，这位便是相师的远房侄子，他可以作证。回殿下，小人曾去探望姑母，确实闻到过类似的香气。你既作为相师的侄子，自然对香料也有所了解。自然。你说你闻过万寿香，那我这涅盘与万寿香里，你闻出里头有哪几味一样的香料？有沉水香，还有茉莉。我这香里根本没有茉莉，连闻都闻不出来，也敢说与万寿香一般无二？云烟这招陷害确实高明，可惜他找的人太蠢。殿下，宫中相师何等造诣，若真有亲侄，岂会连这等常识都不通？此人分明是假的，如此欺君罔上，该当杖责30，流放300里。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是云儿小姐给了小人20两银子，让小人这么说的，求殿下开恩。不是我，殿下，这个贱民在撒谎，他在诬陷我是无辜的。小小年纪便买通伪证，污蔑亲戚，如此手段，本宫若轻饶了你，他日你岂非要栽赃到本宫头上？殿下，臣女知错了，是臣女一时糊涂，请求殿下轻饶。自作孽不可活。来人，将云烟给赶出府去。即日起，京城所有官家宴席，一律不许云烟踏足半步。若有谁敢违抗，便是与本宫与皇家为敌。姐姐救我，姐姐我错了，姐姐。让云大小姐受惊了。多谢殿下明察，民女不曾受惊。此为民女所制涅盘香料，献给长公主殿下。殿下若不嫌弃，日后民女愿为殿下随时效劳。好。今日这宴倒是让本宫捡了个宝。来，云裳坐到本宫身边来。云庄小姐，这是我家主子送您的贺礼。你家主子？这是传说中千金难求的龙血香，这等神物连皇家都未必能轻易得到，末日渊泉随手送给了我。小姐，这位王爷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不管什么主意，这份人情我欠下了。这是京城最繁华的地段，红儿，传下话去，我要用那块龙涎香调制出一款镇店之宝，就在开业当天拍卖。好，有长公主撑腰，咱们的名声已经传开了，开业那天肯定热闹。小姐，怎么办？京城所有香料供应商都对我避而不见。果然，想做生意没那么简单，背后的鬼这就现形了。小姐，这可怎么办？那些供应商全变了脸，陆文轩还唆使地痞天天到咱们装修的店铺门前闹事。定是云家和镇北侯府在搞鬼。
不慌，母亲留有几条南方商路。红儿，你连夜派心腹快马加鞭去南方，绕过封锁，直接采购。那地痞呢？他们在那儿闹，咱们没法开工啊。送去隔壁摄政王府。听说莫艳渊常年受头痛失眠之苦，这不仅是答谢龙涎香之恩，更是一次无声的求助。堂堂摄政王，眼里应该容不得这些京城毒瘤吧？小姐，那些地痞全不见了。听说京城巡防营连夜清扫地下势力，为首的几个头颅全被抓进大牢了。看来莫金渊又帮了我一次。终于成了。我要这个，还有吗？再来10个，稍等。小姐，瞧见没？二小姐和主母那脸色阴沉的都能滴出水来了，他们肯定是来看笑话的，却没想到咱们这么风光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各位，今日不仅是涅槃香修开业，更有本店的镇店之宝凤求凰首次面世。好香！凤求凰起拍价1万两白银，1万5、2万、3万、4万5千两。我出5万两，5万两，凭我爹的俸禄也未必拿得出来。云烟，你是存心来搅局，还是自己想跳坑？5万两，成交！恭喜妹妹拔得头筹。按本店规矩，凡拍卖金额超过1万两者，需当场支付5成定金。妹妹，5万两的定金是2万5千两。请吧。姐姐，我们都是自家人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规矩就是规矩。今天安平长公主殿下也在，妹妹是想让殿下为你破这个例。云儿小姐，请遵守规矩，否则以恶意扰乱商序之名送交顺天府。娘，这么多银子，咱们线下哪有啊？该死的云生，他是想当众逼死我。这瓶香，本王要了，5万两，现在结清。多谢王爷。小姐，王府送来的。莫近渊请我过府品茶一席，他到底看中了我什么？坐。云老板的开业典礼很精彩。若非王爷孝助，民女恐怕寸步难行。会下棋吗？略懂。陪本王下一局。撕毁婚约，脱离云家，开创事业，你每一步都走得很好。但你以为你的敌人只有云家和镇北侯府吗？王爷此言何意？你拒了与陆文轩的婚事，打的不仅是镇北侯府的脸，更是镇北侯府背后二皇子的脸。
你仔细看看这盘棋，这纵横交错的棋路，就是当今朝堂的势力分布。朝堂如局，只要二皇子不倒，云家和镇北侯府永远有恃无恐。我若不除根，永无宁日。你如今已经身在这盘棋局之中了。王爷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一招好棋，不该这么早被清出棋盘。况且，本王也看二皇子很不顺眼。王爷想让我做什么？把你的涅槃香穴开遍朝野，你的香能让你接触到后宅内院中那些本王都难以触碰的人，这就是你最大的价值。二皇子最近在谋求南方的盐铁专卖权，本王也看上了盐铁的专卖权。负责此事的户部侍郎的夫人周氏，是个不折不扣的香痴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他在利用我，而我也需要他。这一局，你赢了。是王爷让了民女，博弈才刚开始。小姐，您都已经查了3天了，那位周夫人到底喜欢什么香啊？周夫人为人清高，极其厌恶京中权贵常用的浓郁脂粉气，她偏爱淡雅出尘、带有天然草木气息的味道。既然是香痴，那普通的香料肯定入不了他的眼。我要送一份大礼。小姐，已经整整7天了，成了吗？成了，这款香我叫它空山新雨。小姐，老爷派人送来名贵补品，说要给您补身子。想和我打感情牌，给他们原封不动退婚。是。云裳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名下所有产业立法都该归于父兄管辖。从今天起，涅槃香屑由我正式接管。软的不行，便来硬的。只可惜你们算漏了这家店背后的另一位主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闲杂人等都赶出去，账房和钥匙全部收缴。慢着！这涅槃香刺并非我一人的产业，本店的另一位合伙人乃是当今圣上亲封的安平长公主殿下。主母，您现在还要接管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您是想连程公主殿下的产业也一并接管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本宫倒是想知道，是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动本宫的生意？殿下恕罪，殿下恕罪！殿下开恩，我们不知这是您的产业。将他们扭送京兆府。遵命。二位小哥留步，我愿出钱，愿出重金赔罪。小姐，云家这回元气大伤，老爷为了平息长公主的怒气，散尽了大半家财，如今云家彻底沦为全京城的笑柄了。坏事做尽，自然该有这下场。
那咱们接下来解决了云家，接下来的心思该全放在户部侍郎周夫人身上了。5日后的赏花宴，便是我入周府的机会。周夫人，这是南边来的贡品珍珠，您瞧瞧。夫人，这是成色最足的赤金，放下吧，各位有心了。民女云霜，听闻夫人爱香，特意调制了一款空山新语，赠与夫人。空山新语，这名字倒是不落俗套。好一个空山新语，云长姑娘，你有心了。仔细收好，勿要经他人手。周夫人，看来本宫来的不是时候。这香本宫甚是喜欢。二皇子殿下在南边新建别院，正缺一个合心意的调香师。你收拾一下，即刻随本宫入宫，明日便启程去南方。前世他便是二皇子身边最狠毒的爪牙，如今他名为请人，实则绑架，绝不能随他走。云姑娘，请吧，莫要让侧妃娘娘等急了。多谢娘娘抬爱，只是民女才疏学浅，怕担不起为殿下调香的重任。大胆！娘娘看得上你，是你的福气。云裳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违抗二皇子的意思会有什么下场？娘娘，涅槃香榭的生意刚刚起步，承蒙京中众多贵人厚爱，订单早已排满。若民女就此离开，不仅对长公主失信，更对所有客人失信。我已将长公主和京城贵女们都拉出来做挡箭牌，你若敢动，便是与全京城的权贵为敌。好一个伶牙俐齿，看来你是铁了心要拒绝本宫。哎呦，本宫还以为周夫人的赏花宴有多热闹，原来是在上演强抢民女的戏码。参见长公主殿下。二皇嫂，爱好别致。二皇嫂，本宫的合伙人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？莫非二皇子脸面比我这长公主还大？殿下误会了，我只是爱惜云庄姑娘的才华，想让她为殿下效力罢了。效力还是囚禁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云裳是本宫的人，他的生意也有本宫的一半。谁敢动他，就是动本宫。二皇嫂，你若不信，大可以试试。好的很。既然长公主殿下如此护着，那本宫就不夺人所爱了。我们走。没事吧？这帮不长眼的狗东西！多谢殿下解围，若不是殿下，云霜今日恐怕就在劫难逃了。长公主殿下英姿实在令人折服。云裳姑娘，你受惊了，请。云裳姑娘不仅才华横溢，更有如此傲骨，我先前倒是看清你了。夫人过奖了。其实调香与为人是一样的，二皇子的人行事虽然看着威风，却难免过于跋扈，失了分寸，不比摄政王
行事沉稳如山，即便是帮衬民女，也从未有过这般强人所难的姿态。周夫人的丈夫负责盐铁专卖权，只要我在他心里埋下这颗种子，二皇子就休想从摄政王手中抢走这块肥肉。你说的对，行事沉稳才是长久之道。云上这丫头说的不错，夫君在户部时常受二皇子一派的打压排挤，或许摄政王那边才是真正的明主。小姐，张嬷嬷的急性。小姐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他们是见我抢回嫁妆不甘心，才想用母亲的坟来威胁我。一个人去，不过是自投罗网。王府重地，不得擅闯。我要见莫金渊。云霜小姐，你要的人，老奴带来了。云霜小姐，王爷有令，命我等随您同去。王爷可还有别的话？王爷说了，任何胆敢惊扰你母亲安宁之人，可先斩后奏。父亲，陆文轩，你们还是不是人？你这孽女，还敢来！你母亲生前必是藏了私，我今日便要开棺查验，以正家法。家法？你贪图亡妻嫁妆，这种丧尽天良的事都做得出来，你也配提家法？云裳，你来了正好。今日你若乖乖把剩下的嫁妆全交出来，我们便不动你母亲的坟；否则，休怪我们让他老人家死后都不得安宁。好得很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孤身一人，你也敢来？过来吧你！奉摄政王令，凡在此地意图不轨者，格杀勿论。王府的人，这是家事，你们凭什么插手？家事，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，天理不容，国法难恕。你们现在告诉我这是家事，今日我便要借莫金渊的事，将你们这些畜生彻底送入地狱。你这孽女，竟敢勾结外人！将他们绑了，连同家丁一同送交大理寺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意图盗掘朝廷诰命夫人的陵墓，罪证确凿，人赃并获。末将领命。云裳，你这个丧门星，老子白养你这么大，你竟敢送亲爹去公堂！父亲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爹，求你救我！从你对我所受苦难视而不见的那一刻起，你我之间的父女之情便已彻底断绝。从今往后，只有仇，没有恩。母亲，您受惊了。女儿发誓，
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看啊，那就是云尚书和镇北侯世子，听说他们去挖原配夫人的坟，简直禽兽不如！大人，二皇子殿下的意思很明确，那是尚书大人的家事，不宜闹大。王爷只有4个字：依法严办。下官领命。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民女云上。老臣云鹤。在下陆文轩。大人，这逆女勾结外人，伪造现场，这是设局陷害生父。对，我等只是去祭拜，哪有盗爵之说？全是他一面之词。大人，证据在此。第一，张嬷嬷指控云鹤威胁的血书；第二，昨夜被抓获的10几个家丁的亲笔供状。你买通了他们，这供词是假的。这是最重要的证据，我母亲生前的亲笔遗嘱。遗嘱写明，母亲所有嫁妆在我出嫁前由云家带过，若婚事不成或我遭遇不测，全数捐给朝廷充作军饷。遗嘱最后盖着我外母家前朝太傅的私印。这一世，你们终究为自己的贪婪陪葬。证据确凿，人赃并获，传本官谕旨：云鹤革去所有官职，陆文轩革出世子之位，统统收押天牢，家丁各杖80，流放3000里。不要！商儿，救我！恭喜，又胜一局。不过你彻底将自己推到了二皇子的对立面，他接下来会对你不死不休。我明白，所以我需要王爷的帮助。3个月后皇后的千秋寿宴，我需要一个舞台，让所有罪恶无所遁形。好，3个月后，本王会在宫里等你唱一出好戏。让你们老板出来！出来！小姐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5次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这是二皇子在敲打我，这些折损不过是毛毛雨，真正的决战在千秋寿宴。一个商女竟敢在千秋宴穿得如此张扬，穿得再漂亮，也不过是死到临头最后的挣扎。小姐，您紧张吗？臣女云庄叩见陛下娘娘，臣女无以为贺，唯有薄技在身，愿为陛下与娘娘献上一舞，名为求凰。求凰，这名字倒新鲜，准了。这舞怎么看着像云家大婚那天的事情？那早已传遍京城的冤案，他这是当众翻旧账啊！陛下，舞已跳完，这出求凰的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，全凭陛下一言而决。哦，此话怎讲？
这本账册记录了臣女自执掌涅槃香县以来每一笔资金的去向，其中最大的一笔捐给了朝廷，用于采买军备，以固北疆。然而，臣女最近却发现，这笔本该用于购买金刚、良马的巨款，被户部某些官员与二皇子殿下身边的近臣内外勾结，中饱私囊。一派胡言！云上，你一介商女，竟敢妄议朝政，污蔑皇子！我是不是污蔑，陛下自有胜断。这本账册连同所有证人，臣女已安排妥当，此刻就在殿外候着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皇侄，你说他是污蔑，那你府中掌管采买的刘管事，为何半个月前与陆文轩的亲弟在燕雨楼秘密会面？为何会面之后，刘管事的远房亲戚名下就多出了江南100亩良田？将人证带上来。是殿下，是二皇子殿下指使我们勾结户部，克扣北疆军饷。殿下还许诺，事成之后让我们去江南分田产，官银都在王府密室里。来人，这个逆子打入天牢，终生不得出。所有涉案人员交由大理寺和刑部会审，严惩不贷。判官都被砍头了，老天有眼啊！母亲，您看到了吗？所有欺我、辱我、害我的人，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我终于报仇了。都结束了。王爷，您权倾朝野，为何要这般不遗余力地帮我？从你在镇北侯府门前当众撕毁婚书的那刻起，本王便注意到你了。本王派人查了你的过往，你明明身处绝境，却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幼狮，露出不屈的獠牙。本王当时很好奇，你会如何破局？最初，本王或许是存了利用你来引出二皇子的心思，可看着你一步步走来，从孤身夺回嫁妆，到面对百花宴的暗算，再到创立涅槃香穗，你比本王想象的更坚韧，更聪慧，更耀眼。王爷，不知从何时起，你不再是棋子，而是执棋之人，而本王心甘情愿为你清扫棋盘。王爷的大恩大德，云会没齿难忘。若有差遣，万死不辞。哼，本王不喜人报恩。若你真想报答，不如换一种方式，嫁给我，做摄政王妃。好。你不是想将涅槃香卸开遍朝野吗？来看看这个。这是官道、水陆分布，连各地豪商势力、香料产地都标注得一清二楚。不错，这是打开整个朝野财富大门的钥匙。已经费尽心血准备这个，就不怕我商路遍布天下，富可敌国，反受朝廷灾忌？本王说过，绝不将你纠于后宅方寸之地。你的抱负本王懂，
你的天下，本王给你铺路。在这个男尊女卑的世道，他不仅给了我绝对的偏爱，更给了我最渴望的尊重与自由。好，既然王爷敢给，我就敢接。复仇的局虽破，但我云华的商业帝国才刚刚开始。